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徐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快1年了，他很早就出社会了。本来以为他情商很高，但是他总做一些让我难以理解的事儿。他总说我爱用钱来解决问题，但我觉得给钱就是给他安全感。他不但不领情，还说我把他看得太物质。我觉得他太过于自信了，他总是觉得我身边的异性都不是他的对手，也从来不吃异性的醋，我都不知道说他什么好了。他总觉得我不在乎他的感受，可我觉得就是他太敏感了。我很想为他多考虑，但我也希望他能多理解我一些。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齐23岁，来自黑龙江，医疗器械销售；小甘23岁，来自天津，新媒体剪辑。欢迎两位哈，是打羽毛球时候认识的，是吧？对。球馆奇缘啊，谁追的谁？我追的他。看中他什么了？球打得好，而且他就是当时还对我挺照顾的，经常给我送水，而且他还会做饭，我就觉得会做饭的男人特别有魅力。不，这追的时候不就打了个球，怎么还吃过人家做的饭，还送水？什么情况这是？这都是后来了解的。打球的时候就是也经常找我说话。哦，其实彼此都看上了，是吧？对对对。啊，后来就发现饭也做得好，也体贴，是吧？对。所以很爱。那今天来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嘛太自信了，而且他还不太重视我，还总是打击我。哦，所以你要我想找米娜老师来打击他是吧？啊，米娜老师可以吗？哦，今天要玩升维打击是吧？今天要升维了，4位老师帮我升维，我要打击他。他日常生活里怎么打击你的？就是他之前和我讲过他的那个前女友，他的前女友是一个比较物质的女生，然后他工作也比较忙嘛，就是没有时间陪伴他的那个女朋友，他的那个女朋友就总是找他要钱，他当时和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我也没当回事儿，结果他和我在一起以后，他就问我，现在我和你在一块儿了，那我1个月得给你多少钱呀？我觉得他太自信了，他感觉把所有女生想象的都这么物质。主要是啥？我赚钱赚的也挺多的，干这个销售嘛。然后我感觉就是，身为一个男生，给自己另一半这个花点钱，我感觉没什么呀。行，别给我嘚瑟。你1个月给他多少钱？1个月的话就给个3、4千块钱吧。但是我才不想要这钱呢。这嘚瑟什么呀你？没有。你1个月挣多少钱？1个月就挣1万多吧。所以要给他3、4千块钱花。对，作为一个男生嘛。给另一半花点。好。主持人他算账算得特别清楚，因为我是做后期剪辑的嘛，就是经常剪一些视频。他也是想做一个自己的账号，让我帮他想人设，帮他剪视频。他就问我，哎，你平时上班剪一条视频都多少钱？然后我就和他说了，行，他说那我给你双倍，你给我剪视频。我觉得他是什么意思呀？感觉他就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就在施舍我。给你钱你还不乐意了？我这不也是给你双倍的爱吗？我也没给别人。我是要你双倍的爱吗？双倍的爱是这样来爱我的吗？我告诉你，我不吃你这一套。什么拿钱砸我？你要是换一种说法，比如说，哎，宝宝，你帮我剪个视频吧。你要这样和我说，你别说让我剪1个视频，主持人他就是1个晚上我给他剪10个，电脑是剪冒烟了我都给他剪。有志气。根本看不上你2个臭钱，我跟你说。对，这臭嘚瑟，这臭小孩。接着说，你打击他可以吧？这样可以哈。可以，主持人。可以。还有就是他吧，都不在乎我，我觉得。还不在乎你？为啥？对，因为就是我前男友之前找过我来复合，我不知道他是太自信还是怎么着，就是完全不在意这些事儿，而且吧。因为我和我的那个前男友在一起3年多了，而且他是我初恋，我这个人也是比较念旧吧，然后我就和他说了这件事情，想让他帮忙解决一下，出面啊，劝退我男朋友。
他当时就找我要了我那个前男友的电话号码，我当时还挺开心的，觉得他这个人挺值得托付的，还能帮我劝退我前男友。结果他要完电话以后，约了我那个前男友见面，和人家称兄道弟的，说咱俩就当好哥们儿，咱俩一起追他，公平竞争。我们两个人现在都是男女朋友关系了，他现在和我前男友说这个公平竞争我，他是太过自信了吧？哎，你说说你怎么想的？她跟我讲了她前男友啊，她之前跟她前男友处的时候，就是总打游戏，也不出去工作呀，干啥也不是的那种，我就感觉这种男的也不配跟我做对手。不配做对手，都应该见都不见，怎么还邀请人家说我们一起追呢？主持人，他不是不把他当成对手，他都已经把他当成队友了。啊？咋就当成队友了呢？他恨不得和我前男友打好关系，他完全不在意我前男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初我追的他，他都不重视我，感觉很自信。你是真不怕我给我前男友跑了吗？主要是你看你前男友那样，我跟他从旁边一站。你选谁？我肯定能知道啊！你不选我，你还选他呀？哟，这孩子真是自信。他前男友长什么样啊？有你高吗？没我高。你看，啊，肯定没你挣得多。而且也不精神，就整天就窝家里打游戏。你说什么状态吧？这自信好，这自信好是吧？那现在前男友退没退？退了。退了不就行了吗？早就没有联系了。这说明他厉害吗？没有，是我解决的。你咋解决的？我就和他说不要再联系了。这不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吗？对。啊，所以他有自信啊。你选择了。你看我说啥来着？你说啥来着？这站我跟前儿，这不用选择，这肯定选我呀。哎呀，好。还有啥让你不舒服的？还有就是他不但自信，而且还不解风情。他因为他工作经验比我多，我就觉得他应该喜欢那种成熟一点的女生，就是喜欢那种，比如说烫个卷发的女生，气质一点的。我也烫了一个卷发，回去让他看了以后，他就说你这个就是金毛狮王谢逊。我就你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确实，我就开玩笑，一烫个大波浪，看跟狮头似的，完就脱口而出了，你还当真了？你觉得这好笑吗？而且主持人他不止1次2次这样了。之前我们2个人出去逛街的时候，我就试了一种那种比较显身材的衣服，他就说你穿这个衣服确实显得身材倍儿好，显得脸也倍儿大。你给我解释解释是什么意思啊？之前我跟他刚开始处对象啊，就是到后来啊，穿的都是很宽松的衣服嘛，然后看惯了，身材比例看的时候也是就那样。后来突然换一个那样啊，就是穿宽松的衣服，身材比例就看得很习惯了嘛。后来换一个突然紧身的，就看不太习惯，完了就感觉脸就大，完了就说出来了。我感觉这样也是把他当亲人了嘛。我要是不是把他当亲人，你们俩认识多久？我们俩认识了得有1年多了。1年多就当亲人了？我感觉亲人够容易啊。我感觉就是没动脑筋啊。行，这可不叫不解风情啊，姑娘。这就拿你们俩这点没当回事儿啊！对，他总是打击我，主持人。还打击过你什么？他还说我不会撒娇，他应该喜欢那种比较爱撒娇的女生。其实我是专门为了他去学习过撒娇的。不是你跟谁学撒娇？上网上搜嘛。这学成的成果是什么样的撒娇？成果不太好，成果啊，就是我和他在海河边散步的时候，散了好久，也挺累的。我就和他说。琪琪，我好累呀，能不能背我过去？不是，你这学的是不是应该还有点夹子音才行啊？哎，我不会，主持人，我尽力了，尽力了。我说琪琪，我好累，能不能背我过去？他就说你累了，那咱俩比赛竞走，比赛竞走，看谁走得快就不累了。我就不明白，他当时真不明白我在撒娇还是装的。主要是啥？他那时候突然冷不丁来一下，他之前也没撒过娇，而且我想要的撒娇也不是这样的呀。你要冷了呀，或者说怎么样的，我给你披个衣服啥的，我看不出来，我也没把这当做撒娇啊。然后他往后啊也没撒过娇了。你都那种态度，我还撒什么娇啊？不解风情，不会说好话，不把我当回事儿，拿钱砸我，不尊重我，还有啥？还有主持人，他就是。感觉他一点也不介意我和男性接触，比如说聊天啊什么的，他一点也不介意。像我就不吃醋呗。对啊，像我之前我那个前男友，就是会因为我和异性接触，我们2个人就会吵架。他完全不是这样，
我和我那个，因为我是干后期的嘛，我男同事特别多，经常和我的男同事拍一些搞笑段子吧。他看了以后，不但不生气，一点吃醋的意思都没有。我觉得他太自信了，你就不怕我和我的男同事有点什么吗？那肯定不怕呀，是那男同事他不干后期的吗？主任，完了之后他那帮男同事从办公室里一待，也不运动，老虚了，上楼梯都费劲。这都肯定不怕他们呢。你得罪多少人呢？你这得罪多少后期啊？你这个。哎，也是啊。反正我就感觉不如我，就这样吧，没当过对手。确实。你也太自信了吧？啊，不都是你惯的吗？也没有，我本来这个人他就是很自信啊。我们公司男同事20多个男的，就2个女生。人家另一个女生，她男朋友每天上班下班都来接她。我也想让她来接我，因为我羡慕那个女生呀。我就和她说，你能不能每天也来接我呀？她就总是找借口，说她工作忙没时间。确实忙，跟老板晚上得应酬嘛，然后喝酒啥的，我肯定是来接不了她。而且我喝多了，我也没看你来接我呀，双标你这。那你换一份工作呀！我觉得他现在做销售一点也不靠谱，而且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很容易就被人工智能取代。你像他之前做的后厨，我就觉得特别好，又能学到一技之长，而且我就喜欢会做饭的男人。我觉得会做饭的男人就是有魅力。那好啥？还人工智能？这主持人、思维导师，人工智能全给代替了，能吗？那不可能的。不，代替我们非常有可能。我们被代替分分钟的事儿，真的。那不能，不开玩笑，都可以被替代。那个干后厨呢，那个下班也晚呢，那照样不也接不了他们？其实这叫不在乎你，他是压根儿觉得你跑不了，不在意你，对，他也没想去接你，核心在这儿。对，跟他干销售还是干后厨是2回事儿。他干后厨，他不想接你，他一样有理由。对，你听主持人说的，对吧？我说的对吗，小子？不对，我还在乎。还有吧，我觉得他都不重视我。因为他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嘛，他就是特别尊敬他爸爸，这个我能理解。但是那天我们就突然就说起来，他说让我见一下他爸爸，让我去网上学搜攻略，怎么去讨好未来公公。我就觉得挺无语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讨好过我的家里人，现在我和他在一起了，反而还要去讨好他的家里人。我感觉那不叫讨好吧，那叫相处。因为怎么说呢，我跟他处对象可能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是吧？那现在的话，他不跟我家里人相处的话，那等之后再相处，不得晚了吗？咋相处啊？就他还没去过我家呢嘛，我就想的是让他上我家一趟，完了之后跟我家里人聊聊。聊啥呀？就聊一聊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啊，或者说以后结婚了这类的。这咋了呢？这不是应该长辈跟小辈聊的事儿吗？那我之后也会去他家，我提亲的时候。行吧。我觉得他让我去讨好他家里人，不就是他家里人没看上我呗？如果看上我，还用我去讨好他的家里人吗？我看你是挺喜欢我的，还真喜欢这臭小子呀，还真打算嫁是吗？要是我去讨好，我才不嫁呢。说是这么说，今天来到底干嘛呀？我就是和他相处也是快1年了吧。我觉得一开始我是挺喜欢他的自信的，他现在是属于盲目自信了，已经自信过头，太自以为是了，我都受不了他这种自信了。行，爱这姑娘吗？喜欢。那肯定啊，爱，肯定爱。哎呀，太勉强了吧？行了，实话已经有了就行了。喜欢和爱是有差距的，他对你的所有东西就仅限于喜欢，这就通了，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他不在乎你。他不在乎，关键是不在乎你的什么？你发现了吗？不在乎我的感受。对，为什么呢？我喜欢一个人没有必要太在意嘛，我只有爱一个人的时候才有可能在意。而且就说了嘛，我这1年多我都亲情了。因为从来没有爱过，那哪又来的亲情呢？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追男，他被追飘了。男生，很显然，你谈过的恋爱，最长的一定不是他，而是自恋。自信过度，那就是自恋。我不知道你的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在这样的一种优越感、自信、自恋的背后，更多的恰恰显现的就是他的脆弱。人要不要自信？要，但自信是要有一定度的，
是要有一定的氛围。如果你处处都是自我感觉非常好，最后剩下的只有你自己了。他也会跑，你身边的朋友也会跑，所以你需要去改变，让自己剥去这种所谓的自信的伪装，真正的强大起来。另外，最后劝你们一句，不要在现男友或现女友面前去贬低自己的前男友和前女友，其实同时也是贬低了自己。别人经不起一句反问，既然这个人这么不堪，你怎么会找这样的人呢？既然那个人这么不好，你为什么和他恋爱这么长时间呢？我们不要用这样的一种贬低去取悦对方，讨好对方，好吗？谢谢。你们俩的交流，我看不出你半点对他的爱。你回答是说喜欢嘛？就连喜欢，我觉得也没有到某种特别浓烈的程度。有的爱就是由喜欢到爱的嘛，但是你止步于喜欢，更确切说，你喜欢他能带给你那种优越感。他一直捧着你，你说什么是什么，他一直仰视你，他还追你，所有你们俩的相处，他都满足了你的这一点，说我很有自信，我高高在上，所以你会让他去先学习一下怎么讨好我的父亲，你才会告诉他，你这衣服啊，嗨，显脸大，不是没有看惯他穿那个修身的衣服，而是压根儿他穿什么你都觉得是那样，因为他的价值就在于说捧着你，价值就是认可你。但如果把他的对你的认可全都拿掉的话，你对这个女孩没有太多的一个感觉，因为不可能情侣相处当中你总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子。如果一个人的自信只是来源于他人的话，那这个人就是极度的不自信嘛。真正的自信是让人感觉到的一种气场，而不是演绎出来的。真正的自信不需要对人家要有以高示下的那种感觉，而是说彬彬有礼，但是却让你折服。所以说我认为你们俩之间的感情不太真，很虚。一旦这个女孩强起来，你立刻就会觉得哇，我们的感觉太不对了啊，咱们太不适合了，因为你找不到自己，你没有这么一个动力去尊重她，去体会她的感受，所以你压根儿你就不喜欢她。所以这样的感情，我认为女孩你应该警醒了。当你一旦认清楚这个男孩的心里压根儿没有你的时候，他就应该走了。否则就是真的被他言中了，你就是这么的不值得我去看重，对吗？就这样。你不是自信，一个人对自己有一个过度的极强的优越感，非常的渴求别人夸赞自己，特别的缺乏同理心，看不到对方，也没有办法跟对方共情。你进入任何一段亲密关系，必须是以你为主，以你为核心的，而且你在中间你是要闪闪发光的，别人都是配合者，别人都是协助者。你喜欢对方是因为你喜欢看到对方被你照顾，喜欢看到对方仰视你，喜欢看到你照顾对方之后对方的那个状态。你还那么年轻，但你现在整个表现出来的状态啊，已经超越了自信的状态。至于你们的情感来说，我觉得你们就思考一个问题，就姑娘你就思考一个问题，你在未来的情感和家庭之中，你是不是希望自己一直成为一个辅助者，是不是希望自己一直成为一个配合者？好好想想，就这样。其实男孩子是心虚的，色厉内荏。对于你来讲，我反而不太会像其他老师一样把重点放在你身上。我觉得你首先是受害者，是你酿成的这一切。姑娘，有谁在一谈上恋爱之后坦诚地告诉对方，我前男友我心里还是有他的，且他又来找我了，你能跟他见一见，把前男友从我的生活里赶出去吗？在谈恋爱的过程中，真的爱上一个人，你绝对不敢拿你的过往破事来骚扰他。你的破事一旦说了，有可能会影响到他对你的判断，有可能会伤了你爱的人的心，所以你会把自己的过往牢牢的保密。
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可能怎么着吧，就是真来找了也会瞒着是我想自己处理干净，我不能让我现在的男朋友产生误会，而你生怕别人不误会。你去制造他的不安，制造他的心虚。我的前男友都已经坏成那个样子了，又不上进，又移情别恋。他现在来找我，我跟你都已经谈了恋爱了，可我依然还觉得有一点心里好像有他。要不你帮我出手灭了他？你在干嘛？你就像是一只玩弄老鼠的猫一样的在戏弄着他，看他的反应，想让他吃醋，让一个你自己不爱的人激起情绪的巨浪，使你感受到自己仿佛还在爱中。让他和前男友谈判的时候，你真的在乎的是他吗？你在乎的是前男友怎么反应吧？没有让前男友觉得他错过了我是他人世间最遗憾的事吗？你可能更在意的就是这一些，而不是后来所谓的他说要跟前男友公平竞争。我觉得在这一件事情上，他表现得挺绅士的。一个不够爱我的女朋友逼我去跟她前男友谈判，我跟她前男友谈了谈，我觉得前男友也没有那么想纠缠她，是我女朋友自己心里如果没有放下这个人的话，那么是这个女人跟他有缘，我祝福他们就好。如果你们两个人没缘的话也没有关系，我还挺喜欢他的，我愿意跟他再试着走下去。他保持了他自己的一个彬彬有礼吧。你真需要这个男人跟你的前男友大打一架才满足了你心里头的罗曼蒂克吗？才让你觉得这一个男人哇他好爱我，他赶走了前男友。前男友难道不应该是你自己下手赶的吗？前任难道不应该是你自己把他埋了的吗？你为什么时不时把自个儿心打开一扇门，拉这个男生进去坐，跟你聊你前任？当你已经把这一个人不当是个人，当成一块狗皮膏药的时候，请问一块狗皮膏药能有什么反应？他已经保有了该有的自尊了吧？平静地告诉你，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更好，祝你们幸福，对吧？他不就是在维持自己最后那一点自尊吗？请你以后在谈任何恋爱的时候，不要动不动把前任们从这样的已经过去的历史里头扯到现在，让现男友和他 PK。处理不好自己那一堆破事之前，不要开始新的恋爱。对不起，这一次我不帮你。谢谢米娜老师啊，听起来就一结论，好不合适。不合适是为什么？男生明显是虚弱嘛，年轻时候我们都曾经那么虚弱过。只不过有些人表现的大，有些人表现的小，这倒没有什么。女生之间，我最觉得不舒服的是，如果有这么多的不舒服和不满，为什么不离开？就是两个在内心深处都缺一点什么的人走在了一起，似乎认为他们开始的是一段爱情，但遗憾的是并不是。所以你要说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他的话，爱他吗？喜欢。哦，哎，你可没说一句你是爱他的，所以这段关系本身是不健康的，就重新开始吧，先好好工作，再好好谈恋爱。你这恋爱谈的真有毛病，想想米娜老师说的那些话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刚才听老师讲了老些，我感觉咱俩确实不太合适，我感觉我也就这样了吧。你要实在接受不了，那也没有办法。我觉得老师说的也挺对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关系确实需要再考虑考虑。行，来，请亮灯。无话可说的时候，我们从不强迫别人去沟通和交流。因为不投机嘛，对于恋人来说，不投机就是不投缘嘛。谢谢两位，请回。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博宏兄预测一下，其实也蛮值得庆幸的，最后两个人自己也感觉到这段恋情是不能继续下去的，双不出。双不出，万一双出呢？就是不会出。万一双出也挺好，抱着一起疗伤，意识到错误了，也是一种选择。来，请开门。
是一个最好的结局，也是一个最好的结果。我相信这个男生经历了这个节目之后，他应该有一个很大的进步。为什么这个男生会表现得这么虚弱、这么无力的吹出一个自大的我来，跟他的成长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用了一些时间来告诉他真相是什么。如果在这段情感当中他们成长了，对这2个年轻人来说，那真是一件好事。祝他们成长快乐。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永远都不会为我们的感情做出妥协，从来都不会尝试着理解我。他的所作所为真的太让我失望了。他成天跟好看的小姑娘们混在一起，一点都不像个爷们儿。我想要的是个成熟的男人。他对我永远充满了戒备，我好像一直走不进他的世界。在他的家人面前，我就像是个外人。我真的觉得他交友欲泛滥，他所谓的暖让我感到浑身难受。他好像从来没考虑过我的感受。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杨32岁，来自天津，金融规划师；小丽38岁，来自天津，美业老板。欢迎两位哈。这个相亲认识的是吧？对。谁追的谁呢？我追的他。以前是空乘是吧？是的。心细，啊，又帅，啊，难免不放心是吧？对。所以今天来干嘛？他平时特别的暖，就是我觉得他都暖过头了啊，就像一个中央空调，把所有的人都暖了。哦，所以你带着他来维修来了，想让我们给改成一个单独空调是吧？对，只供您，不供其他人，是这意思吗？嗯，是中央空调吗？不是，你看，委屈人家了啊！因为我就是跟行业有关嘛，之前行业空乘嘛，身边的异性朋友比较多，所以就总让他误会。然后我呢特别喜欢逛街啊。就是平时跟他逛街呢，他逛街的目的性啊特别强啊。我呢就是逛街喜欢就是享受逛街的过程，所以就逛不到一块儿去。你就是属于那种女性逛街呗？享受过程吧，对吧？他就属于男性逛街，对吧？我感觉买完东西咱们就走，我觉得没有必要浪费那时间。男性一般逛街是这样的，目的明确，去了就买。对。女性就愿意逛，货比三家，越看越开心。一天下来啥都没买。啊，回家就后悔，怎么了？这逛不到一起没啥呀，就不逛呗。每次他跟我逛不到一起的时候吧，都拉着一群闺蜜，5、6个人嘛，然后就是特别的绅士，一边给人拎包呀，一边拿东西，而且吧，就是人家买东西他都主动的买单，那你怎么那么大方呢？这不对吧？因为就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嘛，就是我作为男生嘛，就稍微花的多点，我觉得很正常。不是你这什么正常啊？你这关系不正常啊！关系都非常熟了。哪有给同事花钱的呀？就是闺蜜嘛，也比同事关系就稍近一点。啥闺蜜？什么都无话不说，就是跟哥们儿关系吧，就是在女生面前就是叫闺蜜。那你给你哥们儿花钱吗？哥们儿也花钱，就我出门在外都是我花钱比较多。哎呀，曲总，咱们下了节目拉他去逛逛街，你觉得怎么样？真给他们买啊？也不是花大头，就是一些就小零小物啊啥的，也没有多少钱。我觉得就请喝杯咖啡就差不多，对吧？逛累了喝个饮料是可以的，但要买东西就过了啊。而且他是他们的闺蜜团中唯一的男生哈，就是特别的受大家的宠爱。团宠？对，灵魂人物他都是。一共几个人啊？你们这圈？7、8个。6、7个、7、8个。就是你每次去逛街的时候，身边带5、6个女孩子。就是他们主要是带着我，因为带我有可能有安全感嘛。我的妈呀，我想象不出来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你们能想象出来吗？我的天哪！而且吧，她还是他们的感情顾问。每次她的闺蜜如果说脱单啊，或者说那个跟男朋友吵架，第一时间肯定是给她打电话。她一边哄一边劝，而且还一边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谁哭？她哭呀。身临其境嘛，你得先站在人家角度上，对不对？然后先感受到，再分析问题。行。还有一次特别过分的时候吧，就是她的一个特别好的闺蜜，然后男朋友吧就是大男子主义嘛，2个人吵架了，然后也是给她打电话，当时她也是一边哄一边劝，闺蜜哭得特别的伤心，然后她就说了，当时我在身边嘛，她说的，哎，你的前夫就是大男子主义，你又经历过。然后你劝劝我的闺蜜吧，
我当时听了就特别的生气。其实吧，我前夫确实是大男子主义，但是吧，我们这段感情我就不想去回忆了，毕竟跟他就是谈恋爱1年多了吧，但是他就非让我劝。当时我没想那么多，我就站在我想女性嘛，对不对？都互相了解，他站在也女性的角度帮我劝一劝。哎呀，但没想到就让他误会了。主要还对我估计还是就是不太信任。我就觉得她跟她身边的闺蜜群就是关系吧过于的暖啊。实际说白了，就是在我们看来，那个边界就很模糊了，对，暖过头了。我就想让她暖我自己。啊，这是当然了，恋爱嘛，就除了跟闺蜜这事儿之外，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不痛快的？她呀，就是不信任我，就是怀疑我跟我的前女友还藕断丝连，因为我偶然间看见她做直播了，我就看了一会儿，然后刷了点小礼物啊。已经非常大度，人家都没有多想，那我要不去显得我非常的对不对不大度。而且他的前女友吧，就是特别的优秀，身高吧、颜值都特别的比我强，我感觉就给我带来压力都很大的。所以我更不想去了。有啥压力？这不是前女友了吗？人不喜欢，就喜欢您。我当初认识你就喜欢你的是成熟，然后非常善解人意。谁想到你跟那帮小女生一样？看来那帮小女生对你有闺蜜啊、有前女友这边界问题，他们很在意，对吧？啊，一不小心说走嘴了，是不是？还有啥呀？还有就是他有一次生病了，得甲流了，我好心去医院陪他，然后他这事儿还不乐意了。他不提我都想不起来这事儿。前一段时间吧，确实得甲流了，挺严重嘛，然后就不想这传染给孩子呀、父母啥，他们身体比较弱，然后我就想住院几天输几天液好得快嘛。他就提出来了，我去医院照顾你吧，我工作也不忙。我当时心里就特别高兴。然后到那以后吧，本来我就特别难受。他吧和隔床的小姐姐这聊得特别火热。哎呀，你是干嘛的呀？什么工作呀？那我觉得你不来陪我，你照顾我，你跟别人聊得那么火热干什么呀？不是他照顾您了吗？没有呀，就给我斟杯水，然后你不说弄点水果，然后陪我说说话。你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我身上。我难受，我都能理解。我知道他难受的时间，什么都不想吃。我觉得都在同一个病床里，对吧？一小姑娘照顾父母也都挺不容易，就说2句话，就问做什么工作的呀？就是然后得知是做2手奢侈品的，我就说回来去你店里逛逛啊啥的。我觉得说话也不过分吧，也没有什么毛病。又找了个闺蜜。也不是，就是闲聊2句呗，要不怪尴尬的。他就不乐意了。我觉得他都交友欲泛滥了，他看女孩他就走不动。就聊得特别火热，特别带劲。看到女孩都走不动路。对。这就不对了啊，是有点夸张，多少有点夸张。那10个朋友里，他得有9个是女生。交友的圈我身边确实是异性比较多，但是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啊，而且他都知道，也没有说隐瞒你啊，对不对？每次出门我也都跟你说，我说我跟我的闺蜜们，对吧？朋友们出去，跟你汇报，带他也不乐意去。所以他那些女朋友你都认识吗？也不是说特别熟悉，因为我平时的工作吧，就是比较忙。跟他逛街的时间吧，有时候特别短。他的闺蜜群呀啥，就聊得特别火热，拍了一张照片。今天我都带来了。这是个群。对。这能证明什么呢？有群不很正常吗？那你这一天24小时，就是
每天都在聊，吃饭也聊，逛街也聊，而且在家里边还是视频的聊，语音的聊，上厕所都抱着那个手机跟他们聊，我不知道你们在聊什么。要有一群公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缺席聚会没有桃花，那个男人除外。那个男人是谁？那个男人就是他。哦，因为就我一个男士嘛。啊，说明了就没有什么异性，那个男人除外。其实也证明不了什么呀。不，这确实，他证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把你当男人看。他更应该放心呀。按理说，放什么心呢？真是，你周围的身边的朋友什么怎么看他呀？觉得我不靠谱，说我不成熟，觉得我年龄小啊，就不看好，对吧？对。孩子多大呀？孩子12岁。男孩女孩？女孩。见过吗？没有。根本不让我见，认识1年多了都不带我见见他女儿。为啥？因为我觉得现在孩子吧也比较小，然后正在这个青春期，我不想说给孩子这个生活中造成多大的阴影，我就想他快乐的成长。哦。给孩子一个时间。妈妈考虑也是对的。他工作特别忙，平时。有一次他接孩子时间赶不上了，他就是让爷爷奶奶去接我。当时我在他旁边，我说岁数这么大了，就得由我去接吧。他也不同意让我接，让他前夫去接了。那肯定让前夫接，也不能让你接呀，这没啥错呀。前夫接，我听了肯定会特别的难受，多少有点难受。哦，是不是？因为你还从来没接触过孩子，也没见过。这还不算什么了。他闺女过生日，我提前1个月。我这门票，迪士尼的门票我都买好了，还有小礼物啊啥都准备好，就等着生日当天带我一起去呢。生日当天根本就没通知我，人家一家3口呵吃海底捞去了，这多过分，还发朋友圈。那我觉得孩子过生日就是每年1次嘛，孩子也没有其他的要求，就是说让妈妈爸爸陪我过这个生日啊。因为我觉得大人的矛盾不能说的给孩子造成什么影响，我就什么都没有说。啊，听懂了。所以在你心里就不是个滋味呗。对。哦。认识这么久了，就我感觉没把我当就是亲人。干嘛把你拒之门外，一直都。对，你们现在也只是这个男女朋友嘛，远远达不到亲人的这种程度，对吧？所以今天来干嘛呢？诉了这么多的苦，我就觉得他太暖了，暖过头了。我就希望他只对我一个人那么好，跟闺蜜吧不能说断，因为他有他的社交嘛，我也理解。可以就是保持一定的关系。哎，那些女孩里面就真没喜欢你的呀？都是同事之间友情关系。要真想有什么，对不对？你说我也不至于相亲去跟他还搞对象了。哎，我也很好奇啊。按理说你找个女朋友也不难啊，怎么还相亲去了呢？相亲就是因为我接触的之前的圈啊，都是年龄比我小一些的，不是太成熟吧，我就第一眼见他的时候就觉得他特别的知性、有礼貌、成熟。这其实我喜欢稍微比我大一些的。哦，就喜欢比你大一些是为什么呢？是能照顾你啊，还是什么？他满足你哪方面的那种需求了？因为我之前认识的，就是女性朋友吧，我就感觉在一起特别累。因为不理解你啊啥，我觉得找一个大一些的，至少不用这么辛苦这么累了，能懂我一些了。那你跟他在一起，你觉得他懂你吗？刚开始没什么问题，到后面这不产生矛盾了吗？我觉得跟小女孩没什么区别了，要争风吃醋啥的。那不爱情就是专属吗？是，但也没做出格的事情，我也都告诉他了，而且我身边的朋友也知道我有女朋友了，是他。行，还有什么可吃醋的啊？到底出格还是没出格？边界守得好不好？一会儿咱们听听老师们的一些意见，好不好？然后这个事儿今天其实也没想分，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是吧？舍不得，又想让人改，改了还是他吗？那除了这些之外，平常他对你照顾的周到吗？我觉得照顾我没有照顾她闺蜜那么周到。她呀工作特别忙平时因为她是做美甲店的，我休息的时候我就去她店里帮忙，就是也是为了照顾她，看她怪辛苦的。我还特别好心好意的把我的那帮闺蜜朋友们来她店里介绍给她，就为了生意嘛好一些嘛。谁知道她对我这个冷言冷语的，还特别不乐意。我想我都给闺蜜们介绍过来了，就是为了让她知道，对不对？我心里有她。但她也是不自信啥的，还说哎是不是故意显摆啊什么的？你闺蜜肤白貌美大长腿，我又小短腿，还离过婚带过孩子，你看上我什么了？还来句说你是不是外面欠什么债了？
这么恶毒的话都说出来，那只是一句玩笑话，你说你别当真呀。37度的水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呢？啊，我问你啊，是特有钱吗？因为我觉得吧，每次是特有钱吗？一般，反正有点钱。也怕人图您财吧？也不是，就当时我感觉他各方面也挺优秀，长相也行，家庭背景也挺好，为什么选择我呢？确实有些顾虑，我内心。哦，女生的核心在这儿呢，条件那么好，啥都好，那凭啥看上我了呢？难道看上的不是我，是我的买卖？是这意思吗？有点顾虑吧。啊，行，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这情感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其实明眼一看已经看出来了，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如果评定中央空调，那您真的可以被评定为5星级的中央空调。虽然您刚才说和这些比你年纪小的女生打交道非常累，但是您和他们交往乐此不疲，而且你还处处不断的在讨好他们，为他们买单，那就是讨好啊。还有和前女友，我们并不是说没了感情就一定要成为敌人。像你这样的为前女友去刷3000块钱的嘉年华，你的女朋友会不吃醋吗？如果不吃醋，那她就不是你的现女友了呀。很显然，女生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你扪心自问，你追这个女生真的完全是因为爱情吗？反正我不信，我认为你更多的是好奇、新奇。你刚才也吐露了，你当时看中她的就是成熟、善解人意，也就是说，我和其他的女性一起玩，赏心悦目，春暖花开，在这里休息、港湾。在生活当中，他处处让着你，甚至照顾你。我担心的是，久而久之，再过一段时间，他的那种好奇消失了，可能这段爱情也就没了。他真的和你能够走进婚姻吗？至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不抱希望。所以对这一个男生，我认为你多一些谨慎是有道理的。你可以磨合着和他努力的恋爱，如果万一失败了，至少也不影响到您的家人。您说是不是？谢谢。当你说到为什么喜欢他的时候，你怎么喜欢他的？喜欢他什么？他不像那些小女生那样争风吃醋，他会理解你。是的。原来你好累啊！原来你一直就是在那个圈子里，在那么多漂亮的女闺蜜的那个圈子里，其实你很累，你一直在刻意的迎合着她，一直在讨好。你不讨好，你不去散发你的暖，那些人谁带你玩啊？跟他们一起逛街，为他们买单。有个问题，甭管多晚哦，不管你现在有没有什么事情，方便不方便，给你打电话还哭诉，压根就不尊重你。那边有人会想到边上那个女人的感受吗？啊，你还要把那个女人拉过来说一起劝她，这也是你给他们的一种情绪价值。你给的只是情绪价值，反而你从当中能获到一个什么利呢？你会给他一种感觉，你很厉害。哦，我好没有安全感，好像在你们俩之间的位置你是高的，而且你压根儿你就不会考虑他的感受。哎，我初恋结婚了，跟我一起去啊。你分明就是在向他传递说，你看我的选择多么多。拜托兄弟，咱们能活得真实一点。你如果要想让这个女人看得上你，就别整这些技巧，让人觉得好像自己不太行似的。你有什么能力，像一个男子汉一样。别忘了，就连那个闺蜜群也说那个男人，当然是除外的，
他们没有把你当男人。有时候对于我们男人来说，这句话是一个贬义哦。他们我看得出是一种调侃啊，但是这话说出来，你不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吗？至少我看到了，我很不舒服。我作为一个男人，我看到一个男人被那些女人这么去调侃的话，我有点不舒服。你太虚荣了。但是你其实可能还真是挺喜欢这位姐姐的，因为你觉得跟她在一起，你才能是一个阳光的状态。你其实骨子里看不起那些小女生的，跟你在一起称兄道弟、称闺蜜，你看不太起她们，但是你还要跟她们在一起去干嘛？让别人看得起你。如果一个人要想让别人看起，一定不能借助任何的技巧以及外力，你就是你，你是个男人，男人就得对自己的爱人负责，要1对1专一，把你的暖集中火力向他输送，就这样。有几个悖论啊。首先第一个，你有一个哪怕2个闺蜜，我觉得还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1个和2个人之间情感是可以建立起来，可以连接的。你有7个异性闺蜜，我觉得这是不能理解的，因为不可能你和7个人都建立起同样的一种深度的闺蜜式的感情。它只是存在于在一个群体当中，那些人和她不是闺蜜的关系。比如说你有一个好朋友，你和他之间经常交往，经常交流情感，对不对？很正常。但是一个群里面7个人，你能和这7个人全部都是那样的好朋友吗？不能吧？不能。这是第一个悖论，就是你和那7个人只是你和一个群体的关系，不是你和其中的每一个人的关系。第二个是，你说你不喜欢年轻小姑娘，喜欢年长一点的、懂事一点的人，但问题是你和你那些年轻的闺蜜走得更近啊，他们的所有的破事你都管了。那个时候你怎么没有说我讨厌这些事儿呢？因为我跟他们是友情的关系，并不是爱情。但是他们身边出了任何问题了，我肯定是。对呀，他们所有的事情不是还都你在管吗？对呀，谈恋爱也是你在管，晚上有事也是你在管，出去买东西也在你在管。我的意思是，我们在面对麻烦的事情的时候，为什么在爱情里面你说我喜欢老的，在身边其他的姑娘的时候，我就又喜欢年轻的了？在爱情面前，不是喜欢老的，是喜欢他的成熟。我要是图外在的外貌的话，为什么我们俩也不会在情感当中，在爱情当中你会需求成熟，而在平时的情感连接里面你会喜欢年轻呢？那么这个年轻和那个成熟，哪一个是你更喜欢的呢？我喜欢的肯定是后者呀。你所有今天表现出来的一切的东西，都指向你的喜好、你的审美，根本不是他。你和他过不到一块儿去，你和他玩不到一块儿去，你和他生活不到一块儿去，甚至你和他聊都聊不到一块儿去。然后你最后给出的唯一的理由是我喜欢成熟的，不合理的。到目前为止，我唯一发现你真正开心的、喜悦的，是和你的那些年轻的小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所以你和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和什么样的关系？我建议你好好想一想，我也建议你好好想一想，就这样。美业其实有的时候跟谈恋爱也是一样的，也是一上来先营造一个梦嘛，让我们愿意为这个梦想买单嘛，然后我们走进你的美容院嘛，又会被这一些服务啊和整个感觉自己变美的过程吧，自个儿又觉得买单买的值。如果这一切呢觉得后续也还真的不错，有一些效果，我会愿意回头再来。爱情不也是这样吗？可是你的爱情为什么让你心存疑虑呢？因为他先给了你一个广告，你走近了嘛，相亲认识都不错，对吧？对。走近了以后，你却发现怎么出问题了？这像是猪八戒领着唐僧去了盘丝洞，一看里头有7只女妖精。你的这一种感觉就是不对啊！你带我走进了你的世界，你的世界不是有着一个什么等着女主人，你的世界是有7个女的住在里头，而我闯入看着那7个女生跟你关系更密切，你在这一步就已经惶恐了吗？你甚至都没有办法安心的跟他在他的世界里谈恋爱了吗？这就是此刻你心里总有的疑虑，你为什么看上我？为什么？其实你不用问为什么呀，你只需要问自己想不想要。就像我刚刚跟您描述的，假如我去您的这一个美业的这一个，我一进去了以后，我看到的是盘丝洞里头7只女妖精，我扭头就跑了吧？这跟我期待的不一样吗，姑娘？
所以对于您来讲，这一个男生，你一跟他谈恋爱，他就跟你展示的这个蓝图是不一样的，你就扭头走就是了。他是什么动机不重要，他因为什么原因选择您不重要，这个男人不适合您才是重要的。我进去了，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扭头撤了。这是我们成熟女人该有的警醒和杀伐果断。再说回你自己，以我作为一个曾经也是个女生嘛，我们也年轻过，有一个男生对我挺好的，我们会觉得挺好的。但我发现，他对我闺蜜也挺好的时候，我会觉得啊，这样的。我发现他对3、4、5个女的，好像长得不错的女的都挺好的时候，他就成了我们中间的小丑了。我们这5、6、7个女的会聚在一起，逗他，笑话他，然后以差遣他为乐趣。这就是女人的坏心思，因为女人对于专一爱着她一个人的男人是充满了欣赏和敬佩的，哪怕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的不怀好意。但是一旦发现这一个男人是用同等的热情给了那么一堆人的时候，这一个男人顿时就已经成了笑话。你就是7个女生中间的笑话。这7个女生为什么留你在这里？因为她们都知道自己在你那里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你就像是一个广撒网，看能不能捞住一条鱼的渔夫。为什么你会说我有这样的选择？我为什么不选择他们都是朋友啊？因为你不能把他们变成爱人，你才退而求其次成为朋友的呀。要是做你的女朋友的话，你肯定乐意啊，但是这一些你能做得了吗？之前你也谈过女朋友，都是这一个系列的吧？然后你在他们那里也伤透了心，自己很清楚，我即使是再喜欢这个类型，我要么得不到，要么得到了也会快速失去。你认为自己找了一个安全的女人，但是这一个女人你却发现了她感受不到安全啊。而你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真的静下心来，沉浸在你们的关系里。谈这场恋爱，你自以为让自个儿内心找平了，但其实你在侮辱和伤害他，你也在侮辱和伤害你自己。因为原来你只是7个女生眼里头的那一个笑话，现在你让7个女生一起笑话你和他，何必要拖着别人一起来成为那7个女生嘴里的笑柄呢？如果我是你的话，我7个女生一个都不要跟她们做闺蜜。她们谈恋爱的时候就把我晾着了，她们失恋了找我哭，你们把我当什么餐巾纸啊？擦完就扔呐！你还在那里感同身受的。说实话，我是个女的，我一点都不觉得在我失恋了以后我要去打电话跟你哭，但平时我一点都不搭理你的这样的人重要。就是因为不重要，我才会打电话找你哭，因为知道你无足轻重。知道就是把我的心事说给你听了，你也不会传到哪儿去。就算把我最糗的一面给你看了，那又如何？你都还没弄明白这一群女人们心里都怎么想的，你还在里头待着沾沾自喜当闺蜜。别跟女人们当闺蜜，男人们，女人没有真的要把男生当闺蜜的。说的太好了，老师，真是有如，哎呦，我真的回去得好好思考思考啊。真是点醒了我，真是点醒了我。其实从另一个逻辑来说，米娜老师是从这个年轻女人的角度说啊。从另一个逻辑来说，我也提醒你，就是你说我要跟他们有事儿，我早有事儿，那没有事儿是2种事儿嘛。一是因为你没看上他们嘛，2是因为他们没看上你嘛。所以我倒不觉得他跟他们之间真有事儿，只是这个关系不正常，就是你的社交圈里有这样的关系就不太正常，远离吧。你得先解决你情感最核心的一些问题，真实的面对自己，你才能跟他相处下去。现在你的社交模式让这个女士感受到你不专心、不专注、不专一嘛，是不是这意思？对，她的世界不就是这个吗？所以你需要改变的是你整个的一个社交模式。米娜老师那说的特别对，入局错了不怕嘛，及时止损嘛，可以跳出来嘛。到底是什么动因不需要了解。爱不爱不需要听，感受就够了，好吧？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觉得刚才听完老师们说的这些话，我觉得深有感触，有一定的道理。可能是我确实之前做的没有太顾及你的感受吧。我觉得我要好好思考一下，跟你在一起。是不是爱吧？我觉得刚才听了4位老师
刚才的解说吧，我感觉我们就是可能不适合，我也要考虑一下我们这段感情。我现在已经没有信心把我们的这段感情呈现给我的家人。哎，行吧，我觉得一段感情让一个人认识到了自己，也挺好的。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预测一下结果吧。双不出，男出女不出，男出女不出，双不出。来吧，看看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没人说双出吧？双不出，双不出。其实今天对两个人来说都特别有意义。我觉得女生是已经感觉和感受到了不再爱了，找了一个了结的方式。她的好奇还想了解这个男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后来您告诉她说：“哎呀，喜不喜欢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要一个结果。”对男生来说，今天我觉得应该对他来说收获特别大，因为在生活里不会有一个人如此良心地告诉他说，当你在一个这样的畸形团体里的时候，其实说的好听叫团宠，说的不好听不就是小丑吗？好了，祝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真爱的人，幸福一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